神法药物，你为什么还不去？父王，父王，儿臣从小生活在这中天，时时谨记您的教诲，处处谨慎行事。要不是此番历劫，儿臣永远无法真切地明白您、母后，还有昆仑对儿臣的意义。木仙是儿臣心爱的女子，儿臣恳求您，希望您能允许我们的婚事。我当帝君上万年，从来没有举办过一次家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软弱。如今，我同意你办家宴，那是对你的宽容和怜惜，但绝不是纵容。你归来已久，居然还是没有想明白，还是目光短浅，不顾大局。你以为天地星历劫是为了让你领会凡间的情爱吗？错，是为了让你明白，世间有诸多纷争，唯有秩序、公平、公正是不变的真理。父王，儿臣所求，不过是与心爱之人携手，从未想过就此懈怠。你没有资格。神尊大人，对不起。或许在帝君心里，我还没有资格成为你的神后吧。我现在不过是中天的神法者，已经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了。我若是成为了帝君，你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如果有一些事情无法逃避，那我们就一起去面对。你真的愿意吗？如果不愿意的话，我怎么还会在这里？好了，花朝会总算是过去了，你现在是新的化神，更要努力的修行，提升法力，我会帮你的。专心致志，我才能将我的心力过渡给你。可是你都受伤了，我不想你这么做。听话，我的修炼速度本就比你快，更何况同修会进步得更快。同修？
他们说同修有益修行，我们同修吧。你可知同修是？因爱而生，我对神尊大人呢，不仅要报恩，还产生了爱。为何神尊大人的体内里，好像总是有一种被阻碍的感觉？难道这就是天枢尊者说的锁魂咒？那又和锁魂镯有什么区别？木仙参见帝君。这残花园，你照顾得很好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可知道，在天界，凡事都要完满，尽善才能尽美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还有一处残花园呢？历劫不易，上天更难。此处应是给那些残花留了一线生机。残了就是残了，留什么生机？这残花园是我留下的，它是一个警告，用来警告我自己。如果心慈手软，就会变成这样一地狼藉。小仙倒不知道，这残花园还有这样的典故。你当然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这残花园，万年前就已经变成了如此模样。它曾经是天界一位非常出色仙子的住所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了。难道跟锦绣的身世有关？请问，这位仙子现在在何处？已经死了。为了三界，为了终止无法挽回的错误。帝君，此为何意？既然万年前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就绝不允许错误再次发生。小仙不明白。红茶妖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他视你为骨中骨、命中命，我自然知道。我悉心培养锦绣上万年，可是他还是优柔寡断，简直让我失望透顶。今日所见已经留你不得，这残花园可成为你的归处，这是我对锦绣和你的恩赐。要杀我，还谈什么恩赐？帝君不是把天道、公正都挂在嘴边吗？这一世，我是因功德上天，凭什么杀我？扰乱天道，杀你还需要其他理由吗？是你给锦绣下了锁魂咒，以他之手给了我锁魂镯，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。他不是我的儿子。若他不是天地星，早就被投入麒麟洞灰
灰飞烟灭了。锦绣，不要靠近他。锦绣，你别靠近他，他满口谎言，他一直在害你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伪装出来的。父王，父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拿下他！昆仑，昆仑，还不快动手！红娘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要娶之人吗？今天这一切，皆是因你而起。你要杀便杀，这一切皆因我而起。住口！此妖混入中天，刺杀帝君，罪无可赦。传我口令，押解神法者，对这红茶妖处以极刑，除他妖丹，成骨碎魂。母后，我们还是先将父王送回中天治疗再说吧。不，我要看着这中天王亲手处置这极恶之药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若是不杀了他，我叫你整个花昭宫都来陪葬！神尊大人，我为师还舍不得下手。如今我已是你的杀父仇人，动手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若是对我有恨，杀了我便是。神尊大人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聋了吗？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神尊大人，再见了。
可知后果是什么？你以为这只是神发天雷吗？你若再护着他，恐怕连你自己的命你都不保了。若不护他，这世上便没人护他了。他不惜锁住自己的内心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会主动带上锁心线的，他一定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他能有什么苦衷？他一个插花小妖，胆大包天，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？刚才你也看到了，父王为他隐藏的妖法所伤，他还有多少事情是瞒着你的？若不是你使用禁术助他下界，你能看到这锁心线？哥，他已经不是从前的红凝了，他一直都在利用你。他不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若不是他主动，那锁心线如何能进到他的心里？若是他真的爱你，他为何不与你光明正大的在这中天成双成对，而要用这种方法锁住自己的内心来接近你？我就不信你没有察觉到丝毫。红凝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清楚，你也清楚。启禀昆仑天君，帝君正值闭关之际，法力本就虚弱，如今又遭妖王之力重创，我等只能再用神力修补帝君神魂，还得另寻解决之法。怎么样了？我过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母后，您惊魂未定，不要再受一轮刺激了。红凝的妖力重创了父王的内丹，还好父王拥有万年神体，否则早已湮灭了。刚才医者也将神力注入了父王的体内，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的。这罪恶的妖孽怎会有如此能力？他在无章国时就吸收了大量的妖力。你早就知道他是红凝。你哥被那红茶妖迷得七荤八素，你不去制止反而纵容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如今该怎么办？我已用冰霜之力暂封父王身体，但红凝的妖力冲过父王内丹之后，仍在攻击父王的元神。若是父王元神失守，恐怕就无力回天了。所以，你父王随时会神形聚散。是。你父王恐怕也想不到，他傲然一世，眼中只有天道，最终却被一个红茶小妖给伤成了这样。锦绣如今何在？我哥他早在您和父王归来之时，便在殿中请罚了。你竟然还叫他哥！他以为跪着轻飘飘受些责罚，这一切就能过去了吗？荒唐可笑！
父王还好吗？一直暂时护住了父王的元神，但红宁的妖力还在持续不断的攻击。若父王元神失守，恐怕就……我是不是让所有人都失望了？哥，你一直是中天的翘楚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，无论我如何肆意妄为，都会接住我的哥哥。若不是我执意将红宁带上了，这一切便不会发生。哥，你可曾记得，小时候你我二人一同出游，有一次，我险些丧命。怎么会不记得？还是我带你去的花仙池？你只记得是你带我去的，肯定忘了，是我求了你好久，你才愿意带我去的。昆仑，答应了我，为了来，怕什么？你总是这么一本正经的，到底累不累啊？你只说了看一眼，没说要进来，太危险了，你快回来！哎呀，反正老头去麒麟洞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咱们玩一会儿怎么了？不如这样，你抓到我，我就跟你回去啊！嘿嘿，昆仑，昆仑，危险！你又想哭，这有什么危险的？你知不知道这化仙池能化尽你的法力和神形？要是你掉下去了，直接灰飞烟灭。哥，要是我刚刚真掉下去了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啊？跳下去救你。要是你也掉下去了，我也要跳下去救你。我们俩要是都掉下去了，父王母后该多么伤心啊！哥，好了，昆仑，只有我们两个都没事，你总是这样，以后才会安心。为了别人，活出自己的性命都自觉应该，但现在你自己身处险境，却把自己和所有人撇得一干二净。我身负中天之责，本该如此。可正因为你想一个人扛下这所有，才会有今天的局面。红宁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他自己的决定。这一切，从你与他二人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设计好了。他一步一步地靠近你，取得你的信任，和你一起返回天界，这些都是他计划好的。哥，错从来都不在你。可如果你真的错了，那唯一的错，就是你爱他爱得太深，才会被迷了双眼。可他心中所恨，却是因我而起。如果我能及早发现，及早向他解释，求得他的原谅。哥，你不必太苛责自己了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也错了。我一早就知道他是红年，但我没有揭穿他。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哥，昆仑，
母后自小便更加宠爱于你，正因如此，你才摆出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。其实，你就是为了让我能够继承这中天之位。其实，无论是修为还是法力，你都不在我之下。哥哥都知道，你会比我更加适合这帝君之位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答应我，好好照顾父王，还有母后。中天的未来就靠你了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。母后，你还敢来？母后，父王如今生死未卜，儿臣十分忧心。儿臣自知，这一切皆因我而起，现为时已晚。儿臣愿献出一身神骨，保父王平安。你说什么？父王受妖力侵蚀，元神受损，岌岌可危。此方法未必能成功，但能保父王性命无忧。神君剃去神骨，无异于凡人之躯。用此方法，你非但再无神力，就连继任帝君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儿臣罪孽深重，本就再无资格继承帝位。儿臣自知，这一切皆因儿臣所起。身为人子，却仍有孝之一道。除此之外，儿臣也想不到别的办法。待此件事了，儿臣会自贬到凡间流放，求母后成全。母后，我的牡丹本体又开出了一朵花，您要来看看吗？中天王的本体本就是9981朵金色牡丹，此次开花与上次相隔甚短，我与你父王也才刚看过，就先不去了。哦，好，那母后好好休息。禀神后，昆仑君刚刚练成了傀儡之术。真的吗？快随我去看看。母后，你且在此等我，等我回来便随你去看新开的牡丹花。是，母后。现如今，儿臣自替神骨给父王，是最好的选择。母后了解儿臣，
便宠儿臣一次，答应儿臣吧。母后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母后方才说先去看弟弟，便回来看我新开的牡丹花，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。你本为花木一族，本体花开是自然的事，9981朵花，难道以后每次开花结果，我都要去看吗？母后，这次的金色牡丹花和以往的不一样。9981朵，有何不同？母后，这朵金色牡丹是我想着母后的面容才开出来的。不过是朵牡丹，与我何干？起来吧。母后若不答应儿臣，儿臣不能弃。这万年来，儿臣只求过母后这一回，求母后恩准。起来说话。你方才说，你这一生从未求过我任何事，是你记错了。在你500岁时，开出那朵金色牡丹之时，就曾求过我。是啊，只可惜母后最终也没有来。锦绣，我从小偏袒昆仑，对你无比苛责。我虽有心克制，但也不算隐瞒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？是儿臣身为长子，身负希望，所以母后才严加管教。这荒谬的理由，你自己真的信吗？锦绣，不敢不信。只要母后不满意，那定是儿臣做的还不够好。所以自小到大，每件事，儿臣都比弟弟要做得更努力一些。我想，如果我做好每一件事，或许母后就会多分一点爱给我。你没有做的不好，你做的比你父王，比昆仑君，比任何一个同龄的神君都更要出色。可这又如何呢？无论你多么的努力，多么的殷勤，都不会减少我对你一丝一毫的恨意。锦绣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恨你。每当你做的更多，就会让我更加的纠结。你是何其无辜，却又令我何其憎恶。你背负这一切，受我冷落，不过是因为你不是我义和亲生的儿子罢了。你自己也早有预感，
不是吗？无论锦绣身世如何，母后的万年养育之恩，锦绣不敢忘。我今日之举，不过是印证了你万年的猜想。我早该明白，你所有的不争不抢，不过是因为你害怕证实自己的身份。此事，本后允了。谢母后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答应你，不过是想自私的把你从中天驱逐而已。母后，锦绣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锦绣之求，留红您一条生路。你都听见了？你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惊讶。我虽不成器，但毕竟是至亲之人，多多少少有些察觉。你倒藏得挺好啊。母后，哥与我虽非同源，但毕竟做了万年兄弟，那些情谊做不得假。我恳求您不要这样对他。怎么？你觉得我对锦绣做得太过残忍了？如若我说不是，那母后也知道我是在骗你。母后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。母后可能想问我，在这3界之中，谁最没有资格说你残忍？那答案也必定是我。但是母后，你可曾在意过我的感受？可曾问过我，这一切是不是我想要的？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你如若不装傻，早日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，或许今天每一个人都不用走到这个地步。如今，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挽回，就让你以神法者的身份替去锦绣的神骨吧。什么？是你，至少是他万年的兄弟，哪怕为他减轻一点去骨之痛也好。这也许是你唯一能替他做的，你自己选择吧。3界诸天神尊仙使，我中天有诏：罪者锦绣，因一己私欲错信妖孽，祸乱中天，伤害帝君，自知庸暗，昧于天道，自悔难已，自愿剥其神骨，化取仙元，自罚下界，流放人间。以此布告3界。罪臣领旨。
锦绣足下皆为连坐，3界之内再无牡丹。神宗之基业，万年长兴，不可毁于我等之手。特剃去锦绣之神骨，送入化仙池。中天王，神尊大人怎么会如此啊？那花神大人呢？他去哪里了？切记，不要在我之外的人面前再提起他。可是，是你来行事也好。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倒是像模像样。记得小时候，我还在上面烫了个洞。你去跟父王说是你不小心弄的，父王一眼就看穿你，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头上都给我打了个大包。你做的那些事，谁都知道是你。早知道今天会穿上，就把那个洞烫得再隐蔽一些。只可惜，不能亲眼见到你的继任大典了。哥，你大可不必如此。父王还等着你去救，别犹豫了，动手吧，哥，动手。才是真正的天地星，其次力气你都能够安然无恙。你永远比我更像一个帝君。天地星的选择是错的，可如今神界要替你仙骨，断你神根，碎你仙元，把你丢进化仙池里，让你灰飞烟灭。再慢慢的除掉你在中天的历史，在这化昭宫的历史，这神仙、妖怪、人，慢慢的忘记你的存在，你甘心吗？一直以来，我总想做成点什么，第一个就给你看。我想要得到的认同，不是父王母后的，是你的。一直以来，我是那么的依赖你，
能与你做兄弟真好，能与你做万年兄弟，那才是我的骄傲。我当翻脸不看的弟弟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算不枉我与他兄弟万年。哥，继续。风起，雨化成面，等到风霜凝结成思念。风花有几度，有很远，谁来作陪？谁举杯对月未曾眠？不问过往是与非。情深缘浅也无悔，转瞬繁华间，落寞你心扉。不愿心绪化成灰，拂去过往的心碎，只愿余生共心美。哥。这世间，谁来相会？谁落入凡尘为情缘？不问过往是与非，情深缘浅也无悔。转瞬繁华间，落寞你心扉。不愿心绪化成灰，拂去过往的心碎，只愿余生共
母丹一族，受神尊大人庇佑，怎么还会这样？哼！方才在大殿之上，你又准备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？儿臣无心忤逆母后，只是儿臣认为此时阶下帝印实为不妥。有何不妥？锦绣是被我亲手剃去仙骨，才保住了父王最后一缕生魂。若在父王昏迷之时揭下帝印，母后让我这样做，置我于何地？置你于何地？难道不是把你放在了中天的至高无上之位吗？你身为中天帝君之子，难道不应该在这时候扛起统领中天之责，在我中天群臣无首之时站出来？难道不是你应尽的责任？儿臣从未想过逃避责任。你敢说你自幼玩世不恭、目无规则，不是在避开锦绣的锋芒，不是在逃避责任和这中天帝君之位吗？也许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。我会扛起责任，但不是逼位，越过父王阶印。如若我真这样做，岂不是背上了不孝的骂名？锦绣虽然下界，但他仍然是天道选出的中天帝君。如若我趁他失势之时继位，视为不悌，母后是要让儿臣成为不孝不悌之人吗？启禀神后，北仙界天女求见。路遥拜见神后。我因听闻帝君遇刺，中天王下界，担忧神后与昆仑君尽最快的速度赶来。因北仙界也在重建之时百废待兴，有些耽搁，还望神后莫要怪罪。怎么会？你来的正好。昆仑，当初路遥助你，为的就是辅佐你成为帝君，而他也是我认可的未来神后。你就算争一时之气，不愿接下帝印，你可曾为路遥想过？他堂堂一个北仙界女王，就要这样随你做一个不清不楚的天君夫人吗？天狐刚刚被杀，其他党尚在北仙界朝中，你连一个体面的名分都不能给他，你让北仙界怎么看他？她一介女子，又如何让北仙界群臣臣服？母后大可不必用路遥来压我，路遥早就向我坦白你利用他之事，我也想清楚了这一点。如若我与路遥成婚，那必定是因为两情相悦，和权力、地位、责任都无关。我娶她，她嫁我，是因为相爱。就如同我，若要继任这帝君之位，必定是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也没有任何借口。神后，昆仑君自有他的考量，请神后放心，无论昆仑君是何身份，我路遥都愿尽心尽力支持昆仑君。你们不必跟我咬文嚼字，一唱一和地说着那些面上的道理。今日我即使不让昆仑君接下帝印，他难道就不代管中天了？他难道真的能放下三界安危？路遥，你也是一样。他是不是帝君，你都依旧要辅佐他，帮助他。你们在此纠结和争论的所谓原则，在我看来，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你们在意的，不过是他人的质疑，背后的议论，生怕背了骂名。母后不必再说了，儿臣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。母后早些歇息。我们走。哼！妖王之剑又如何？如今也是为我所用。所谓妖王，不过尔尔。这里距离白舟山不算太远，在这一直搜下去也没用啊。哎呀，你可老实点吧！没听说因为此妖刺杀帝君一事，就连天地星也被罚下界了。据说呀，还被替神骨入化仙池，受尽凌迟苦楚。那血呀，从天上落下，淮江山龙虎洞上的雾都红了。
哎，那咱们就抓几个小妖，扔去麒麟洞交差得了。啊，啊，说瞌睡就来枕头啊！白玉，主上，主上，您身故已退，又入化仙池，如今急切需要静养。我如今不过是肉体凡胎，你们又何必随我受苦？主上失去神骨，我们就是您的神骨。主上在哪里？哪里皆是花昭宫。都是痴儿。神尊大人，可需要我们去查探那红凝姑娘的下落？不必了。白茶，你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不能离开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瑶天一事，如今仙妖皆知，这里是你唯一安全的地方。牡丹一族无缘无故悉数衰败，你心忧想要上天去找他，可他不在天上，去也是白费力气。我是为你好，天界没有打算放过你，正在四处搜查。他是受我牵连下落不明的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你一定要走，我也拦不住你。只是他现在身在何处，没人知道。你寻他，或许10年，或许100年，也或许这次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了。不管他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但是红凝，许多妖怪都是因为你刺杀瑶天一事追随你而来，他们需要你。他们需要的是有勇气为他们谋福祉的人，那个人不是我。可你做了他们根本不敢做的事情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锦绣。可这并不冲突，你一样可以为他们谋求福祉。如今仙妖大战，如果需要我上战场，我一定在所不辞。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的领导者，那个人不是我。白大哥，准备的如何了？
多亏您的绞容剑，周围的那些妖怪收到召唤，已经向白州山聚集了。盯住只认洪宁为首的那群妖，若是问起他的下落，就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了。若遇到执迷不悟的，不留也罢。是。中天现在正显颓势，也该是我们要有转机的时候了。传令下去，抓紧集结。是。帝君被刺，神尊剔骨。这要是写进画本子里，该是多么让人心悦神怡的故事。这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？阿九，你不好好休养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中天王遭遇了什么？你别着急，养好伤才重要。我问你话呢，中天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隐瞒我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我连知道他近况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答应我不要冲动。洪宁刺杀天帝，神尊大人以神骨血肉为天帝续命，如今更是难以承担天帝之责，自请流放下界，暂无踪迹。神尊，他这次是被流放，不是去历劫的。你可知，即使锦绣清清白白，被流放也意味着他如今是罪人之身。阿姐知道你与他有几世情谊，但你是北仙界之子，此时此刻，若再与锦绣有所牵扯，会让你乃至北仙界都受到牵连。让北仙界受牵连，你可真可笑！北仙界如何，与我何干？我又不是北仙界之子，从来都不是。你清醒一点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罪人，赌上北仙界所有人的性命吗？你记性怎么这么不好？我告诉你，自从你们把我关起来，把我扔进麒麟洞的那天起，我便不再为北仙界而生。整个北仙界的命运又与我何干？我知道你承受颇多，阿姐带你回家，就是为了弥补父王曾经犯下的过错，弥补我当年对你的亏欠。阿九，你要知道，这里是你的家，我是你的姐姐，曾经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也是，我是最在意你的。无论是你，还是这里，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罢了。陆瑶，你强行把我关在这里，只是你一厢情愿。你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，你终究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和那个自私又虚伪的男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不，我一直是在意你的。在意我？我生来三尾，父王因为母亲生下了我，将其杀害，将我关在北仙界地牢里数百年。人人都嫌弃我，看低我。那个时候的每一天都是我的煎熬，直到我耗干他所有的耐心，让他相信我永远都长不出九尾，他便将我像垃圾一样扔进麒麟洞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你在意过我吗？若你真的在意，哪怕就一次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你素未谋面的弟弟？如今让我回到这里，让他们见到我，
又和当时有什么区别？每次见到你们，只会让我想起那些让我痛苦万分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是中天王，是中天王将我从麒麟洞救下。我的命是他救的，我的家是他给的。他是3界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嫌弃我、看低我的人。于情于理，我也不会对他不管不顾。路遥，你若真想弥补我，就放我离开，不要将我禁锢在这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但如果没有他，你本可以活得更加轻松自在，有你自己更加辉煌的生活。在你眼里，或许是这样，又或许在你眼里，我陆九只是他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跟班。那又如何？也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北仙界女王，也许你真的可以给我更辉煌的生活。但真可笑，我压根儿就不在乎。路遥，你永远也成为不了我的亲人，永远。阿九，阿九，阿九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天女吗？我是啊。我听他们说，拜天女就能实现愿望。天女，你能不能让我长出9条尾巴？你长大以后就可以长出9条尾巴了。真的吗？阿九，姐姐见过你，你只是被父王抹去了记忆。在月池台中央，身影披暮色云上，若满天星光，皆为他生。请问您见过牡丹花吗？没见过。老伯你好。哎，姑娘。打扰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传闻天下牡丹尽数凋落，只有这儿才有，为什么我一朵都没有看到？姑娘，你走错路了，那边的山头才有牡丹花开。您亲眼见过吗？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怎么会为了区区牡丹去爬山？自然也是听说。谢谢老伯。哎，混沌未分天地乱。茫茫渺渺无人见，自从盘古破鸿蒙，便有了神仙、凡人和妖怪。等等啊，是你这话我是不是听你说过呀？奇怪，我这话我也感觉在哪说过，是不是？嗯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最近时日，妖被到处驱逐追杀，活得十分辛苦。住手！呀！不许伤害那孩子！竟然有妖刺屠了我！文武大人有令，凡遇妖怪一网打尽，尽数投入麒麟洞。这兔子才几百年的修行，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，你们跟流氓有什么区别啊？你们还有没有一点最基本的道德？对啊，我们虽生而为妖，却从未作恶。我们混迹于人间，只是想与凡人一般，有一口饭吃，有一个家住。你们为何要赶尽杀绝啊？放肆！快走！兔子！母
晶，焦伯。不是你谁啊？你怎么认识我们呀？柠檬精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们没有骗我，你真的转生了，没有消散。还有你啊，焦伯，你怎么回事？我立了天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。虽然说你去找柠檬精，但是你怎么可以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呢？我会很担心的。太好了，我们3个人还可以重逢。哎，啊，我不认识你的，小姑娘，你别动手动脚的呀。哎，你冷静啊，别那么激动。你可能真的认错人了，我真不认识你。哦，好，那刚刚天兵为什么抓你们？他们要杀这个孩子。我跟你讲，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村子啊，本来是很太平的，就算是天兵大肆捉拿妖怪，也绝对不会捉到这里来。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连这附近也不太平。前几日啊，他的父母被天兵抓走了，没想到天兵竟然还回来，连小孩都不放过。你刚说你来自白州山，你可知白州山有一妖王？妖王？妖王现世白州山，妖中口口相传。其他地界的妖都去投奔他去了，本来我们俩也是要去那儿的。那你知道妖王叫什么吗？据说，唤作红宁，说有3个脑袋，身长肉翅，威武雄壮的红宁大王。我就是红宁。你就是红娘？对啊，我骗你们干嘛？我是为了寻人来到这个地方的，但是看到有很多妖怪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天兵在抓妖怪，把他的家人一个个抓走，丢进麒麟洞。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，就先去白州山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不会再让你们四处流浪，无家可归的。红宁大王，叫我红宁就好。红宁，你刚刚说要寻人，你要寻的人找到了吗？天兵为什么对此地大动干戈？我这个妖啊，就信那些有的没的。我觉得肯定跟那个牡丹花有关系。牡丹花？牡丹花说来也奇怪，前些年这个村子里的牡丹花尽数开放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尤其是前面树林向南而上的龙骨洞，本不该存在于此的牡丹花开得最旺盛。牡丹花开之时，天兵从未降临，后来不知怎的，牡丹花尽数枯萎，随后不久，天兵就杀到了这里。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的。拜见昆仑天君。满武将军，有人说你假借搜查红茶妖的名义，在人间四处捉拿妖怪，并且违抗神命，在未经神罚殿审理的情况下，就将众妖打入麒麟洞。回禀昆仑天君，末将只是鸡胸心切。今日我麾下悉数在人间缉拿那红茶妖，才得知人间混乱异常，妖生性散漫，目无法则。若是放任自由的话，人间恐将大乱呐。末将只是在做帝君在时曾经交代过的事。帝君曾经交代，父王在时，从未允许未经神罚者审判，便决断众妖性命之事。南武将军此言差矣。如今大肆捉妖，只会让现在仙妖摩擦愈演愈烈，对中天掌管3界并无任何益处。我才不像你，明明是个武神，却要做个缩头乌龟。我满武跟随帝君多年，征战四海，从不退缩。就算是锦绣神君做神罚者时，也曾恶妖无数啊！你这是故意挑起战事，中天3界万年的和平，不能因为你毁于一旦。够了！中天2大武神在此争得面红耳赤，像什么样子？昆仑天君，末将所做一切，皆是为了中天，绝无二心。末将在此尊称您一声
昆仑天君，也是因为您是帝君之子。满武将军是觉得我没资格命你停手？昆仑天君地印在手，末将当然不敢。只是，昆仑天君若是天地兴亮的话，末将当心服口服。好一个心服口服啊！父王如今沉榻未醒，兄长久居人间，我手握帝印，自然要为中天筹谋。满武将军可以因为我天地星未亮而不服我，但我有必要警告满武将军一句：若是有人以此为借口，奏出令中天倾覆、令3界生灵涂炭之事，我绝不轻饶。谨遵昆仑天君之命。陆九，你既然在这里，那神尊大人也在这里。你居然还有脸敢来？神尊大人对你下不了手，但我能。你要做什么？教训你。灵武神已经发现红缨妖女的踪迹。如此甚好啊！只是神后曾下令，红缨不可杀。如果让神后知道了，恐怕会有麻烦，还请武神三思。捉拿刺杀天地的妖怪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我本来还顾及他们母子的面子，没有明目张胆的去查。现在既然和昆仑撕破了脸，又寻到了那红茶小妖的踪迹，直接抓来便是。快去。是。我不会害他的，我也找了他很久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寻他许久？你对得起他吗？这人，务必要找到他。若他们是因为你找到神尊大人，我便置你于死地。世间牡丹尽数枯萎，唯独此处绚烂绽放。神尊大人，你是不是就在这里？神尊大人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他是因我而下界，我是一定要找到他的。你既然知道他是因为你下的界，你又打算怎么偿还他？我自愿请罪。就怕你担不起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
不要不见我。怎么连白玉和莫奎也变成这样？神宗大人。 你究竟在哪里？红宁祝神尊大人和天女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离。